我們將深入佛陀智慧的核心四聖諦。佛陀的教法從不要求你盲從，而是邀請你看清。本集将為你完整解析這張生命的心靈地圖：苦諦，承認生命的真實；集諦，看清痛苦的根源；滅諦，擁抱解脫的希望；道諦，踏上可行的道路。這不是虛無的哲學，而是一套清晰、深刻、可實踐的生命操作系統。理解四聖諦，意味着你獲得了一種全新的視角，能看透情緒與煩惱背後的本質，並知道如何從根源上轉化它們。這是脫離迷惑、走向清醒生活的第一步。第一，看清現實的慧眼。佛陀側身站立，手指前方，目光洞察。這是佛陀對所有追隨者說的第一句話，也是四聖諦的起點。他不是在宣揚一個教條，不是在要求你跪拜某個神靈，他是在邀請你做自己生命的偵探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生病去看医生，醫生不給你檢查，不問你症狀，直接開出一堆藥，你會吃嗎？你不會，因為那叫盲從。真正的醫生會先讓你做檢查，讓你看 X 光片，讓你清楚地知道，看，這就是病灶所在。佛陀就是這位心靈的醫生。四聖諦就是那張生命的 X 光片。他從不說信我者得解脫，他說來看、來見、來驗證。這份邀請裡有着對智慧最大的尊重，也有着對人性最深的理解。只有当一个人自己看清了真相，改变才会真正開始。所以在進入四聖諦之前，請先準備好你的眼睛和你的勇氣。我們要看的可能不是你想象中美好的畫面，但一定是生命最真實的模樣。而看清本身就是智慧的第一道光。第二，苦諦，覺醒的看見。第一個真理叫做苦諦，這是最容易被誤解也最重要的起點。請注意，佛陀說的苦不是痛苦，而是不圓滿，是無法永遠滿足的狀態。在巴利文裡，這個詞是 dukkha， 它指的是一種根本的、微妙的不安。你看那朵花，它正在盛開，很美。但如果你有慧眼，你會同時看見它正在走向凋零。這個正在走向凋零就是苦諦。你看那個新生，它在笑，很甜。但慧眼看見它正在走向衰老，這個正在走向衰老就是苦諦。你看一段親密關係充滿溫暖，但慧眼看見它蘊含着分別的可能，這個可能分別就是苦諦。苦諦不是要你抱怨生命，而是要你清醒地看見生命的完整之地，看見生命裡不僅有生，還有老；不僅有聚，還有散；不僅有得，還有失。我們給衰老打上玻尿酸，給離別貼上永遠在一起的標籤，給死亡蒙上厚厚的幕布。我們認為只要不看，它就不存在。但佛陀說，不，請你看，坦然地、完整地看。因為只有當你承認我會病、我會老、我會死、我會失去所愛，你才開始真正的活着，不是活在一個童話裡，而是活在這個真實、珍貴，也因此而深刻的人間。看見苦不是終點，它是你不再自欺的開始。第三，集諦，痛苦的源頭。心臟被慾望的藤蔓與鎖鏈纏繞。看清了苦，下一個問題自然浮現：為什麼生命會有這種根本的不安？佛陀給出了第二個真理：集諦，苦的起源。他說，苦不是命運強加給你的，不是神對你的懲罰，苦是你自己邀請來的客人。怎麼邀請的？通過可愛，通過那種盲目的、緊抓不放的執着。我們來做個實驗，現在請你緊緊握住拳頭，想象手裡抓着對你最重要的東西，可能是愛，是認同，是財富，是健康。握緊，再緊一點。你感覺到了嗎？那種緊張感，那種害怕失去的隱隱作痛，
那重一鬆手就會消失的恐懼，那個緊抓的動作本身就是苦。我們以為痛苦來自得不到或已失去，佛陀說不，痛苦來自我想得到和我害怕失去的那個想和怕。痛苦來自我們內心對無常事物的永恆化渴望。我想要這個感覺永遠持續，這是執着。我害怕那個感覺會發生，這是抗拒。我認為這個我是真實不變的，這是無明。這三者編織成一條鎖鏈，我們把鏈子的一頭拴在無常變化的世界，它一定會變；另一頭拴在自己心上，我們卻希望它不變。世界一動，我們的心就被拉扯、受傷。極地就是讓你低頭看看，那條鎖鏈是你自己親手繫上的。第四，滅地放下的希望。鎖鏈化為灰燼，心臟散發平靜金光。如果苦是自己造的，那麼一個震撼的、充滿希望的可能性就出現了。既然能造，就能停。這就是第三個真理，滅地苦的止息。涅槃，請注意這個詞，止息，不是消滅外部的世界，不是讓花朵不凋零，讓人不衰老，而是讓你內心那台因為花朵會凋零、人會衰老而不斷制造焦慮、恐懼、悲傷的機器停下來。當你看清鎖鏈是自己繫的，你便獲得了鑰匙。鑰匙就是放下。放下不是消極的放棄，放下是理解了我抓不住流水，也留不住花香之後的一種主動的、深刻的灑脫。想象一下，你緊握的拳頭慢慢地、有意識地鬆開了，那一刻，血液流回發白的手指，空氣接觸緊繃的皮膚，那種如釋重負的感覺，就是滅的滋味。不是手裡的東西消失了，是你必須緊抓的那種衝動消失了。世界依然在變化，但你不再試圖用一根細鏈去拴住一頭大象。你學會了與河流一同流淌，而不是徒勞地想在河中央建造一座堡壘。滅地是佛陀給你的最偉大的希望，他告訴你，平靜是可能的，自由是存在的。它不是在你擁有了全世界之後，它就在你鬆開手心的那一刻。第五，道地，生活的道路。一條發光的道路上有8個發光的足跡。那麼我該如何鬆開手？那條具體的路在哪裡？問得好，這就引向了第4個，也是最後一個真理，道地，引向苦滅的道路。佛陀是位實幹的老師，他不只說山頂風景很美，他還給了你一張詳盡的地圖。這張地圖就是8正道，請注意，是正道，不是捷徑。這是一條需要你一步步去走、去訓練、去生活的路。它包含8個方面，像8個協調運作的齒輪。正見與正思維是方向盤，讓你看清方向，用智慧的動機代替情緒的衝動。正語、正業、正命是車輪，是你的行為、言語和生活方式，它們必須與你的方向一致，否則車子會散架。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是引擎，是你的專注、覺察和持續的努力，它們提供前行的動力。這不是一套只能在寺廟裡實踐的儀式。正命是關於你如何工作謀生，是否誠信。正語是關於你如何與家人、同事溝通。正念是關於你吃飯時是否知道在吃飯，走路時是否知道在走路。道地把最高的智慧拉回了最平凡的生活。他說，解脫不在遠方，就在你此刻的言行意中。修行不是某種神秘體驗，而是不斷地把你的生活校準向更少傷害、更多清醒、更深平靜的過程。第6，脫離迷惑之時。現代人背影，合上智慧之書，面向廣闊世界。於是4個真理完成了一個完美的閉環。這是病、苦；這是病因、疾；這是健康、滅；這是藥方、道。4聖諦不是佛陀發明的理論，是他發現
並指給我們看的關於生命運作的底層邏輯。它不專屬於佛教徒，它屬於任何一個願意誠實地審視自己生命的人。當你理解了四聖諦，你便獲得了一種新的視力。你看自己的憤怒時，不僅看到情緒，還看到背後的可愛，我想控制。你看自己的焦慮時，不僅看到壓力，還看到深處的無明，我把無常當永恆。你開始不再與現象苦苦作戰，而是去調整產生現象的那個源頭，你的心。理解四聖諦不會立刻讓所有問題消失，但它給了你一張地圖和一個羅盤。從此，你在生命的森林中迷路時，你知道該往哪裡看，該朝哪個方向走。你不會再無助地問，為什麼是我？你會清醒地問，此刻我的執着在哪裡？我可以如何放下？這一步，從為什麼到如何做，就是從迷惑的受害者轉變為生命的清醒參與者的第一步。而這正是佛陀想給你的最珍貴的禮物，一雙能看清自己並帶領自己走出迷霧的眼睛。道路已在腳下，光明始於看見。苦應知，集應斷，滅應正，道應修。